尔上奏，降服了蒙古科尔克部族。科尔克兄弟3人率1000人来投。皇上，这图赫尔有功，该赏。皇上，臣拟旨，赏图赫尔黄金1000两，令此3言顶戴花翎。钦此。禀皇上，广西总督屈晋美书报，官兵剿平、富川、攻城、修仁、利府4县反清民匪，降3000余人，请皇上定夺。皇上，围兵的剿贼，乃职责所在。广西多乱，下旨令屈晋美迅速平乱，以报朝廷。禀皇上，图赫尔招抚1000人得赏，屈晋美降3000人马，却连一句安慰和勉励的话都没有，臣恐怕有损士气啊！你懂得什么叫打仗？你上过战场，杀过敌吗？西北荒漠易守难攻，南部边陲易攻难守，根本不可相提并论。打仗的事儿，朕不是很懂。辅臣秉国，你们怎么说就怎么办吧。皇上，那奴才就依旨拟旨。皇上，吏部右侍郎巴格贪赃被撤，其职悬空多日，应该提拔官员，以补其位。臣建议郑白旗副都统，现任职吏部郎中之马尔赛，应担当吏部右侍郎。皇上，这马尔赛不行，我看由镶黄旗副都统太弼图掌管其位比较合适。皇上，马尔赛在吏部时日已久，熟悉吏部的一切。这马尔赛处事优柔，议而不决，决而不行。奴才以为太弼图更为合适，让太弼图掌管其位，我看没什么问题。各位还有何异议？皇上，各位臣工没有异议，就由太弼图任吏部右侍郎吧。禀皇上，太皇太后懿旨，现皇上年龄日长，8妻女子，凡13到16岁者进宫选秀，由礼部统领此事。既然祖制如此，那就按祖制办吧。这今天敖大人处理广西总督的事，的确有些不公，难免要招致汉臣的非议。鳌拜是忠心的，他是老臣将，以威严而闻名，对跟随他的所有人，他都疼。不过，这也有偏袒之嫌的。只是这马尔赛平时对他毕恭毕敬的，他为什么要阻止苏克萨哈推举其为吏部右侍郎呢？4辅臣当中，鳌拜、索尼还有鄂大人，他们都是正黄旗的，唯独苏克萨哈是正白旗，马尔赛是白旗，太弼图是黄旗，况且吏部又是6部之首，敖大人怎么可能让白旗的人坐到这个位置上？当然不会。说得好，哼，这不是朋党是什么？待他朝亲政，必将杜绝。可是马尔赛是很有才干的，他日必可重用。居中，你是越来越有长进了。这大臣们之间的明争暗斗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皇上不也是一样？这朝中的争斗，都基于一个字：利。只要知道他们的利益所在，便不难明白他们为什么做。你笑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我看你这笑容，满肚坏水不怀好意的样子，又在使什么奸计？哦，确实是有点不怀好意。哎，我是在想啊，朝中大臣
现在是越来越摸不透皇上了。听政的时候一言不发，不知道是懒得搭理朝政呢，还是满腹经纶，心里在想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公弟子说的对，不在其位，不无其政。明史案，天算案，因为我的胡作非为，我的好强，害了多少人？现在辅臣秉国，我说什么都没用。等他日亲政了再说吧。皇上真是有远见呐！我是有远见，可你这棋也没什么长进啊。看和局了，这汤马法同时叫我们2个人，你跟我下棋，不是和局就是输1不2步的。皇上技高一筹嘛。等，你跟马法下棋，到50步左右，你就认和局了。我跟马法下棋，不到50步，马法认和局。你尊敬马法，稍稍让他；马法尊敬我，稍稍让我。那这么说，你棋艺比我高吗？绝对没这回事儿。那一定是你让我。绝对没这回事儿。你知道吗？我真的非常想弄明白，棋艺是你强还是我强？你等着，总有一天，我要拿出真的本事，好好比比。绝对，没这回事儿。来。可是内高生做的，你把它给弄脏了，怎么办呢？那我赔你们吧。赔我？嘿，好啊。那得赔多少钱啊？多少？嘿，你想陪我多久就陪我多久。哟，太臊啊！我纳你为小妾啊，不愁吃不愁穿，就不用在这卖臭豆腐了啊！哎呀，臭丫头，你是谁呀？你根本就不配问老爷子的名字。老爷子？啊呸！臭丫头片子，走开！哼！天子脚下居然敢调戏民女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？我爹是刑部尚书，我就是王法。上！梁父，快回府，多叫点人过来。有种了，一边走。好啊，我等你。快去呀！公子，我看还是算了。她不是普通的小丫头，她是首辅索尼索大人的孙女啊。什么？是啊，当然是啊。小人有眼不识金镶玉，望小姐恕罪。走。走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啊！不能血口喷人呐！刚才那店里头就只有你们3个，我把夜明珠拿出来给周老板鉴赏，转眼就不见了啊！不是你偷的，那是谁偷的？说呀！也许是他们嘛。这个瞎眼乞丐，刚才进店里头想讨口水喝，
他眼睛瞎，连夜明珠都看不见，他怎么偷啊？那也可能是他。我是八旗子弟，怎么会做这偷鸡摸狗的事儿？你们乖乖的放手，要不然要你们好看。等一下。哦，啊，原来是鹤舍里姑娘。凡事要讲求证据。你们说是他偷了夜明珠，有何凭据啊？刚才在屋里头就他们3个人，他们俩身上没有夜明珠啊。我的身上也没有。你不用着急，我自会替你主持公道。老板，能不能把从他们身上搜到的东西给我看看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这些银票，我的，果然是腰缠万贯啊。那这些碎银、馒头和镜子呢？是我的。你真的很穷啊。还有这些呢？是我的。好。哎，你折腾半天，到底找到窃贼没有啊？对呀，是啊，找到没有啊？我已经找到了，贼就是他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我是个瞎子，夜明珠放在我鼻子底下，我也看不见，我怎么偷啊？没错，瞎眼的是看不见夜明珠，当然不会偷。但是你眼睛没瞎，瞎眼的要这个干嘛用？啊！他不是瞎的。骗子，你这个贼！我没有偷啊，我装瞎只是为了方便行讨啊。臭要饭的你还装傻，差点害得我坐了牢，拉他去官府。你还冤枉！幸亏鹤舍里姑娘聪明过人，帮我们抓到真凶，不然我就冤枉好人了，把他拉到官府去。这未免太武断了吧？我看这乞丐未必就是贼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倒没有，不过我有一块家传宝玉，能分辨善恶真伪。一块玉石就能分辨善恶？百试百灵，这可是西藏高僧施了法的宝玉。谁要是心术不正，偷了夜明珠，只要握一握这宝玉，他的手心就会变成黑色。谁是盗贼，谁是清白人，一握便知。好，就是啊。那我就看看你这个小子能耍出什么花样来。老板，有布袋？有。你们都把手伸进去，紧握一下宝玉。好了，把手张开。原来是你们俩合谋偷了我的夜明珠啊！不是我呀，我没有啊，我没偷啊。不对。真正的贼是他。怎么会呢？啊，我的手也没有黑啊！你这叫不打自招。来，其实这根本就不是神宝玉，只不过是块普通的玉石。刚才趁你们不注意，我在玉石上抹上了墨。谁的手心怕变黑？只有那些做贼心虚的人，才不敢握这块宝玉。你还我夜明珠！我根本没有偷。拿着！你搜过我的身，根本没有啊！你猜错的话，他定是把夜明珠吞到肚子里去了，把他关上2天，便会人赃并获。把他拉到官府去！我只是一时贪心呐，饶了我吧！饶了我吧！谢过这位公子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就冤枉好人了。不用谢了。以貌取人，是知子。你说什么？不是吗？你是满人，所以先入为主，认为其人不是贼。所谓定见不可无，成见不可有，好自为之吧。你这个臭小子，补救还未干呢，竟敢教训起老爷子来了！你别自以为是，我家小姐可是有名的4全姑娘，指纹、舞容皆是满洲第一。
四玄姑娘质文武容，很厉害。哎，《论语》说，女子乃三从四德，哪四德？四德者，得容颜公也。得容颜公嘛。可四玄姑娘的四玄当中，却没有德这项，那岂不是四全缺德骨？你哎，四玄姑娘，我这位小兄弟跟你可是绝配，他的外号叫四玄公子。哎，哪四全啊？四全乃粥粉面饭，他一顿饭每样可以吃4大碗，够能吃的吧？那不成饭桶？你说够了没有啊？啊？还不让说啊？那就不说。走。站住！你今天要是不给老爷子赔罪的话，你休想离开。老爷子脾气确实大，那我偏要走。姑娘，消消气啊！来，这位公子啊，我劝你呢，最好跟这位姑娘赔个不是。你知道她是谁呀？谁呀？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索尼索大人的孙女啊，惹不得呀！啊！首辅索尼的孙女，很厉害。首辅啊，那可是万人之上啊，可还是一人之下呀。那一人是谁呀？对啊，是谁呀？你可以说我，但是你不能辱我爷爷。那个皇帝算什么？他只懂任性妄为。要不是我爷爷主持朝政的话，社稷早已经乱作一团了。你敢骂皇帝？这可是死罪。我没有骂他，我只是说实话而已。如果皇上没有监听之德的话，那就把我杀了好了。好，就凭这句话，我跟你比定了。你自负质文武容，质刚才比过了，罢了。容嘛，也罢了。我就跟你比比文采武功，让你心服口服。谁怕谁呀？是先比文，还是先比武啊？还是改日再比。哎，你不是说要比试的吗？怕了？四全姑娘，日落了，我要回家了。我们家不比你们家，我们家规矩多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没家教？我可没说，是你自己说的。哎，你看，还没说呢，眼睛瞪得跟什么似的，还自夸美貌。别胡扯了。什么时候留句话来？真是好胜啊！这样吧，明天申时就在春凤楼再决雌雄。啊，不对，雌雄已经分出来了，你是雌，我是雄，这个乱不得。好，明天申时，如果你不来呢？不来就不来呗。对了，万一我没来，你可以先记我的账，改日我再来付。不来就是龟儿子。龟儿子，好。从来没有人说我阿玛是王八，就凭这句话，我明天来定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我三哥哥吧。明天见，我的乖妹。这臭小子真讨厌，特别是他笑的时候，恨不得把他的嘴给缝起来，叫他以后再笑不出来。你看看你把这孩子教惯成什么样子了？哎呀，爷爷奶奶、二叔，大人、太夫人、二老爷，你又上哪儿去了？到外面走走而已。你看你，一个女儿家，成天穿着个男装满街跑，鸡不鸣，狗不咬，16岁的姑娘满街跑。我们满洲姑娘都是这样的，外面也都一样啊。人家怎么样我不管，可你是赫舍里家的女儿。就是因为我是赫舍里家的女儿，索尼的孙女儿，所以我才这样的。你，人家常说赫舍里家没男孙，
我就不服气。哼，爷爷从容入关，贵为首辅，位极人臣，是何等的威武！作为他的孙女儿，我就不能视若人前。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我们满洲女子，赫舍里家的女人，索尼的孙女儿，绝对不能输给男人，反而要比他们强。好了好了，爷爷知道你孝顺呢，可从今往后，不要再到街上乱跑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老佛爷已经下了懿旨啊，要为皇上选秀。是吗？这懿旨已下达到礼部，选秀很快就要开始了。这皇上年纪也不小了。芳儿啊，你也该准备准备了。我才不要嫁给那个小皇帝做妃子呢！那个小皇帝只懂得任性妄为，我赫舍里芳儿可比他强多了。放肆！你可知道这是欺君之罪？好了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快去换衣服。爷爷奶奶、二叔，芳儿告退了。唉，这丫头总是这么逞强好胜，哪有一个女儿家把自己的丫鬟改名叫强儿、勇儿的？这都怪你，他爹娘死得早，不就是你从小把他宠惯坏了？太夫人，怎么了，我的大小姐？我才不愿意选秀进宫呢。不想归不想，但是还得去，那是祖制。我不要嫁给那个皇帝小子，他哪点像个男人呢？明史案、天算案都弄得一团糟，还要爷爷给他收拾残局，没门儿！我要嫁，就要嫁给强者，什么都比我强的强者。我的芳儿，你是有名的四全姑娘，要想找个比你强的男人，谈何容易呀？找不到，那就不嫁好了。哎呦，傻丫头！你在找什么呢？找书。我明天约了一个人比试文才武功。哎呦，哪家公子能得到我家小姐的青睐呀？跟谁比试啊？哎，一个讨厌的人。哦，是啊是啊，有位公子今天跟小姐斗智，赢了小姐。强儿，能赢得了赫舍里小姐的，那绝非是等闲之辈呀，是得好好准备。要是再输了，那就没面子了。怎么可能输呢？请。客官，请稍等片刻，我们老板马上就来照应。哎，这里怎么没有客人呀？是啊，老板也不在门口候着。姑娘们，快来呀，快来呀，快上来，上来，上来啊！来招待客人啊！来来来，看这位公子长得多俊啊！哎呀，你们干嘛呀？放开我！放开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你干嘛呀你？别碰我！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呢？老爷子不是说，男人能做的事情，他就一定能做。怎么，区区几个小女子，就把我们四全姑娘吓得花容失色了？你这个臭小子，原来是你！不就是比武吗？我们先坐下来喝杯茶，然后再说。坐。哎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哎，都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下去吧啊！到下面接客去吧，快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快走，快走！扫兴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！哎，这里是战场重地，烽烟滚滚，我们还是离开为妙啊！
臭小子，你别跟老爷子装傻。好，咱们先不比武功，比文采。我跟你比对联。野野袅袅啼啼，时时有有，丝丝春春，气气淘淘。这是对联吗？怎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可别耍我啊！哼，这叫叠字联。叠字联？你根本就看不懂，还是我念给你听吧。野鸟啼，野鸟啼时，时有丝。有丝春气桃花发，春气桃花发满枝。听清楚了吗？这么难，让我怎么对啊？你认输了吧？那我能不能让他帮着提示一下？没问题，免得你输得那么难堪。那就行个好，帮个忙。行啊，既然这里叫春风楼，公子不妨把这春风二字嵌进下联里吧。啊，这哪叫提示啊？就是啊，这不是雪上加霜，难上加难吗？是难上加难吗？好像是挺难的。落花飘荡荡逍遥，逍遥杨柳枝头春，杨柳枝头春风向。小姐，里面真的有春风二字。人生在世，何必事事都那么强求认真？首府是那么执着，孙女儿也是一样执着，很辛苦，对吧？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何须身后千载命？能随心所欲，开心一刻，已经无憾，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你经常读谁的诗词？等等，让我来猜一猜，应该是辛弃疾。对。公子，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姐真的对稼轩词集爱不释手呢？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。真是文成全才，气概万千。贺舍利小姐乃四泉姑娘，才情嘛不逊须眉，所以一定看的是辛弃疾的词。那你呢？我谁的都看，最近在看杜甫。杜甫，我总嫌他稍欠气魄，太苦了点儿。也是，苦是苦了点儿，但他有首诗，确实打动我的心。人生不相见，动如身与伤。哎，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身心和伤心，一个落下去，一个升上来，故永不能相见。也就是说，两个要好的朋友分开了，思念却不能相见。明日隔山月，世事两茫茫。你是在想念你的好友吗？啊？你知道见不到伤心的时候，为什么能见到身心？所谓斗转星移，其实星辰是不会动的，动的是地。真的吗？
这是西洋的天算学。哎，你知道汤马法吗？所以啊，每日12时分成96克，比分成100克更有道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公子真是博学多才，学贯中西呀。过奖了，我只是学些皮毛而已，生有涯而学无涯。要是每天能多几个时辰，就能多看些书了。公子，时候不早了。那好吧，后会有期。哎，真的要走了吗？怎么了？哦，知道了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结账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啊，我们还没比试完呢，还有比武呢。来日方长，会有时候的。哎，你们家住在哪儿啊？下次我再去找你比试。住哪儿嘛？不骗你，我从不知道我家住哪条大街哪条胡同。那我怎么找你呢？哦，我来找你了。你是首辅索尼的孙女儿，首辅啊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好厉害啊！在皇宫里，每个人都对我毕恭毕敬的，只有他肯骂我，而且他确实才华出众，跟他聊天真的很有意思。小姐，那个三哥哥到底是谁呀？是啊，他连自己家住在哪条大街、哪条胡同都不知道，总是神秘兮兮的。小姐，你说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才不管。还有皇上，广东总督卢从俊书报，香山县知县姚启胜招抚反清刁民黄启德等4000余。索心府，皇上，是这样的，今年秋天早至，朕想把秋闱提前举行。这奴才着礼部安排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便是朕想让这些亲王贝勒、臣工们的子侄一起参加打猎，以便让朕好好考察一下国家未来的这些栋梁，看看谁真有能耐，朕要好好培养培养他们。皇上心系国家前途，真是大喜之事啊！臣自当照办。对了，索心府，臣在。朕听说你没有孙儿，却有一位不让须眉的孙女儿，你让她一块来吧。就这么定了。奴才遵旨。小主子真的让爹带着芳儿一起去秋闱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芳儿在外面惹了什么祸事？没有啊。哼，这小主子消息可真是灵通啊，连爹您有这么一个任性的孙女都知道，哼，可真是不能小看呐。二叔，啊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既然理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想那么多也没用，反正就是一句话，芳儿啊，这次秋闱那是非同小可呀！啊，哎，你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，那可是杀头之罪呀！知道啦。
我就以你而身，把这巴图鲁之名夺过来，看你们这些男人的脸往哪儿搁！好了，现在让朕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大能耐！奴才赫舍里芳儿叩见皇上。皇上，芳儿是奴才的孙女。这是皇上射到的猎物，奴才给皇上捡回来了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我说过，我们会再见的。
赫舍里方儿，你和朕同时猎到这只鹰，就把这鹰赏给你了。这鹰是皇上先射到的，方儿不敢领受。方儿冒犯了皇上，求皇上恕罪。好了好了，你又没冒犯朕，不用在意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好吧，就算这鹰是朕先猎到的，可你的箭术也是百发百中啊，绝不逊于我们的八旗勇士，所以朕要赏你。说吧，要什么？方儿请求皇上赏赐黄马褂。放肆！皇上，奴才的孙女出言不逊，是奴才教导无方，求皇上恕罪。求皇上恕罪。行了行了，别有事没事往这一跪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黄马褂只赏予有功于国或者国之英雄，从来就没赏赐过一个女子。回皇上，天命3年，太祖皇帝以7大恨昭告天下，领兵南下伐明，北地就交由皇后主持。后来太祖皇帝说，伐明成功，都因后防稳固，无后顾之忧。皇后功不可没，功绩堪称第一，是大清的巴图鲁。女子获巴图鲁之名的早已有之，也不是始于今天。放肆！皇上，皇上恕罪啊！请求皇上恕罪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好啊，说得好。朕说过，谁今天第一个猎到猎物，谁就是巴图，就赏黄马褂。今天你跟朕同时猎到猎物，这黄马褂就赏你了。谢皇上。英雄美女自古成一对，搬不动是非是与非。明月清风，长夜相随，谁想谁，谁又忘了谁？一群沼泽，一江水，为了爱，有人愿受罪，心好累，好累，有思念频频举起杯。寒光中艳玫瑰，醒了心有水，为一口气想到尾，永不后悔。爱一个人，转身崩溃，眼泪太可贵，明知道心要碎，也不后悔。